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4季第5集。这天，辛巴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去上班，不料哐当一声被落下的管子给砸中了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工伤，要是辛巴够聪明，一定能狠狠的讹一笔。不过秃头应该感到很高兴，辛巴脑子不好使，只用在包厢里看一次比赛的机会就打发了。辛巴还沾沾自喜，完全不在意这是用自己的脑子换来的。除了篮球比赛换成了冰球，有点搞人心态之外，一家人的包厢之旅还是令人很满意的，尤其是莱尼和卡尔那嫉妒的牙痒痒的模样，也给他们的体验增添了不少乐趣。打开包厢的大门，全家人都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走廊上站着美丽的孔雀，周围的餐桌摆放着美味佳肴，还有专门的画家为他们画肖像，简直就是将世间的一切享受都摆在了他们面前。辛巴一边吃着寿司，一边看着比赛，还一边对脚下的平民观众表示不屑，又没有包厢，又没有寿司，也不知道这群傻蛋有什么可乐的。由于辛巴并没有压低声音，下面的人很快就听到了这嚣张的言论，他们很不服气，于是一合计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三人叠罗汉似的垒在一起，可惜还是够不到辛巴。辛巴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，然后拿起热糖浆浇了下去，这一举动可谓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不管有没有企图报复辛巴，都被辛巴给报复了。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，现场的气氛异常激烈，然而包厢内却是岁月静好，看着一家人都在享受服务，辛小妹甚感无趣，当即表示要去和那些真正的球迷一起狂欢。观看比赛的时候，恰逢有运动员就在辛小妹旁边，他就提醒这位球员瞄准5点位置发球，那里有防守盲区。那人听从了辛小妹的建议，没想到果然打进了。为了感谢他，这人将自己的冰球棍送给了他。这时家人们过来叫他离开了，原来主办方已经将比赛结果提前告知给包厢观众了。回到家后，辛巴将冰球棍钉在了女儿的卧室。有人送礼物本是件好事，没想到半夜竟有虫子从里面跑了出来，他们很快就把墙钻了个洞。第二天早上，辛巴来厨房准备早餐，谁知竟透过橱柜看到了在外修剪树枝的弗兰德，紧接着厨房的门锁也翘辫子了。再然后，正在楼上方便的辛巴降落在了众人面前。嘿，快出去，我还在里面呢。看这阵仗，家里应该是闹白蚁了，而且不是一般的白蚁，是俄罗斯的锯木蚁。就这严重程度，不杀虫根本就没法继续住，还得用上那种超级无敌剧毒药，不然根本不能清除干净。由于这毒性，这半年家里都不能居住了，全家人的住房问题就成了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。旅馆已经没有房间了，小新又不愿住青年旅社，辛巴提议先到兰妮家去看看。跟他们想象中的单身公寓不同，这里居然非常干净整洁，且各种家具齐全。辛巴有些难以置信，好基友如何买到这么优质的公寓？刚问出口就被一阵巨大的撞击声打断了。原来兰妮和隔壁的壁球馆共用了一堵墙，如此看来，他能买到这间公寓也是合情合理了。看样子兰妮已经习惯这噪音了，辛普森一家可习惯不了，招呼不打就溜走了。接着全家人又到了漫画男家里，怎么说呢，这住处看上去还是挺正常的，不过感觉漫画男好像是哪里有点问题。在餐桌旁摆放了各种外星人立牌，说是要召开宇宙联合国会议，于是全家人又到了老谋子酒吧。辛妈肯定不会允许在这里过夜，毕竟自己的小女儿现在都已经开始打醉拳了。这时巴尼说他听说过有个真人秀能提供免费住处，卡尔也表示听说过，那是一栋1895年的老宅，住在里面的人得完全按照当时的习惯来生活。虽说参加真人秀听起来不靠谱，可也比流落街头要强许多。于是一家人就来到了演播厅，和他们一起竞争的家庭很多，但凭借着从未上过荧幕以及剧烈的家庭矛盾，赢得了制作人们的一致好评，成功脱颖而出。他们无缘无故就大发雷霆，对于真人秀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然后全家人就被带到了接下来半年的住所，其他的都挺满意，就是小新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得打扮得像个小姑娘。辛巴看着每张床下都放了个军帽，不禁连连称赞，哇哦，这也太爱国了吧。事实上这个是节目组为每人准备的夜壶，除去生活的地方，这里还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告解密室，所有人都可以进去倾诉自己最真切的感受和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辛妈是第一个被扔进去的，面对摄像机，她老实巴交的自曝了原本的头发并不是蓝色。简单介绍环境之后，辛普森在1895年的生活就开始了。免费住宅并不像想象中的舒坦，仅就准备早饭就花费了母女俩6小时的时间。辛巴刮胡子也是灾难，创口贴掉了，整个腮帮子跟洒水壶似的。出行工具也变成了旧世界那种烧炭的车，甚至在超市购物也被要求只能买1895年所拥有的东西。就连辛妈急需的卫生棉一类，阿普都不愿妥协。早上6点过，辛爸辛妈就醒了，孩子们都还睡着，这是妥妥的2人世界。辛爸就想跟老婆亲热亲热，辛妈也同意了，就让他把灯吹灭，自己
他脱衣服，没想到良久过去了，他身上还如铜墙铁壁一般。这一周对于辛普森家来说可谓是相当艰难，高姐室成为了全家人唯一能倾诉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对现状满意的。辛小妹觉得面包的味道像布料，小新感觉自己快要被冻死了，而辛妈呢，隔老远就闻到了孩子们身上的异味，看着他们萎靡不振互相埋怨的样子，电视机前的观众却很是喜欢，老辛普森更是已经等不及看谁先翘辫子了。这时辛爸打破了这颓废压抑的气氛，鼓励家人们既然已经上了电视，就应该发挥出最大的潜力，咬紧牙关坚持下去。至此之后，全家人像是被点醒了一般，不再消极的面对生活，而是选择充满热情。他们当然依旧会面临许多问题，比如给辛妈束腰的时候把肉挤到了脚上，但生活却是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慢慢变好。小新已经学会了用电报来调戏老谋子，听到他的咒骂声，小新瞬间感觉自己的快乐又回来了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已经能在1895年安稳生活了，甚至由于压在肩上的活计过于繁重，辛小妹都没时间杞人忧天了。没有了那些造福人类的发明，他们似乎生活的比以前更加的充实了。辛普森一家现在的生活是步入正轨了，可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却不乐意了。比起岁月静好，现实安稳，那些受困于养老院的人们还是更乐意看老弱病残的动物相互残杀。就这样，收视率也在这种平稳中直线下滑。于是节目组请到了大卫兰德，企图挽救颓势。对于大卫的到来，辛小妹很不理解。大卫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过得太安稳淡定，而人们想看到的是戏剧冲突，是他们出丑。然后他就拿出了节目组给的电击器，对着辛爸就是一顿猛烈的电击。然而这样直接虐待人类的操作显然不能拯救节目，提高收视率需要一些更加新颖的方式。制作组就开始观看其他节目取经，结果还真就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。当晚辛普森家的人还在睡梦中，房子就被搬走了。第二天，辛爸打开门，不料竟一脚踏进了水里。辛小妹判断出这又是节目组整的新花样，好在辛妈用胡子编的绳子将他拉了上来。辛爸上来后怒气冲冲奔向了告解室，怒斥节目组将这节目拍成了幸存者，但他生气也没用，因为他已经签下了允许他们对他做任何事的合同。正说着，房子突然一阵剧烈的震动，原来是撞上了河里的石头，紧接着全家人又从高高的瀑布上摔了下去。好在最终他们还是逃到了岸上，就是这房子以及里面的一切全部都毁了。看着辛普森一家绝望的哭泣着，制作人十分满意，棒极了，午饭时间到了，大伙休息一下。我们有吃的吗？没有，我们不能破坏节目的真实性。这倒提醒我了，把剩下的吃的都烧了，什么都不留。没有吃的食物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辛普森一家有些绝望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竟被原始人给盯上了。作为一家之主，辛爸决定上前与其交涉。哟呵，没想到这群原始人还会说英语。了解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他们竟是另一档综艺秀的选手，因为败在了最后一关，被制作组舍弃了。为首那人表示，是时候站起来推翻摄制组，重返文明世界了。事实证明，被逼入绝境的人确实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什么合同，什么收视率，他们一概不管，对着节目组就俯冲了下去，将所有东西都毁得一干二净。辛家母女还联合起来将制作人推下了悬崖，辛爸则举起了大石头，打算将直升机砸扁。还是辛妈及时制止了他的行为，不要这样，这是我们回家的唯一希望。不过即使他不说话，这石头也砸不下来，因为巨石的重量已经把辛爸压入了地下。经过那一系列的闹剧，辛普森家终于回到了平静的生活，果然还是回家的感觉最好。我们再也不用活在真人秀的阴影下了，让我们一起看些有品有剧情的节目吧。然而打开电视，里面的内容却让辛爸索然无味。这时小新提议让大家观看他用水龙头喝水，辛爸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于是就用水龙头表演了一出傻子喝水。没水了，让我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辛爸刚用眼睛去瞅，就被喷了一身，接着又没水了，然后他就用耳朵听声音，毫无悬念又被小新找准时机喷了一身，全家人都被逗得哈哈大笑。果然人类的快乐还是得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为了找到栖身之所，全家人慌不择路参加了真人秀。比起讨论为收视率不断秀下限的节目组，辛普森一家的表现似乎更加引人注目，将一些现代人投放到科技不那么发达的时间，让那些从前看上去是信手拈来的操作，如今却变得无比艰难，比如做早餐。但全家人并没有过于自怨自艾、怨天尤人，反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自己的价值。这不得不说，人的潜力果真是无限的。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，有时总会难免陷入绝境，比如出现了重大失误被上司批评，比如想破脑袋也解不出一道数学题。但其实冷静下来，总能想到解决的办法。一切终会过去，一切将柳暗花明。若是不逼自己一把，又怎会知道最后的结果呢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
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